女朋友生日那天，我骑着二手电动车去接她回家，没想到她却搂着其他的男人从大厦走出来。她见到我后脸色顿时一变。你怎么到这里来了？我不是说过不要到我公司来吗？她显得很不开心，因为我身上穿的全是地摊货，她觉得我给她丢脸了。菲菲，今天是我们恋爱2周年纪念日，我来接你回家，想给你一个惊喜。旁边的西装男眉头一皱，菲菲，你不是说你没男朋友的吗？吴少，我。菲菲顿时语塞，随后西装男又将目光落到我身上，上下打量了我一番后，露出了十分不屑的笑容。菲菲，你这是什么眼光啊？竟然找这么个土包子做男朋友，看他这穿着，穷小子一个吧！菲菲十分生气，而我听到西装男话语中的嘲讽之意，我并没有反驳他。菲菲，咱们走吧。我伸手去拉菲菲，她却一把推开我的手。吴少说的对，你就是个穷小子。我喜欢的手机跟包包，你给我买过吗？你买得起吗？你拿什么给我幸福？菲菲将头撇到另一边，不想搭理我。菲菲，我现在虽然穷，但我会努力的。努力？呵呵，真是天大的笑话！你家里那么穷，没钱没势没背景，你就是再努力也吃不上4个菜，一辈子也比不上我们吴总的一根汗毛。小子，就你这种货色，给我提鞋都不配。马小六，我早就想告诉你了，你根本配不上我。今天我就跟你说清楚，我现在就跟你分手。说完，他便转头看向西装男。吴少，咱们走吧。穷小子不配拥有爱情，懂吗？随后他们便坐上豪车一走了之。看着他们离去的背景，我的心都揪了起来，悲痛、愤怒、不甘，但却又无可奈何。难道就因为我穷，2年的感情就这样完了吗？我低着头，双手紧紧捏着拳头。菲菲，今日你对我瞧不起，未来我定会让你高攀不起。还有吴少，有朝一日我若得势，我定要你好看。不久后，我回到家，突然发现家门口停放着一辆劳斯莱斯。一进门，我发现家里除了老妈，还有一个穿着西装的老头。老头气度不凡，一看就不是一般人。外孙，老头冲我一笑，这顿时让我有点懵。妈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一脸懵逼地看向老妈，她以前告诉我，在我还没出生的时候，外婆和外公就去世了。六啊，这些年我一直在骗你，你外公其实没有死，他就是你亲生外公。当年我要跟你爸在一起，你外公不同意，我就跟你爸私奔了。这突如其来的消息让我有些犯晕。对了，儿子，你外公叫柳志忠。什么？你说他是西南3省的首富，华鼎集团的董事长柳志忠？我瞪大双眼看着柳志忠，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亲生外公竟然会是这等大人物。没错，乖外孙。柳志忠满脸笑容的上前想抱抱我，退后一步，反而愤怒的质问起来：这么多年来，你为什么不来相认？你这么有钱，为什么让我妈过这么辛苦的日子？我过苦日子没关系，但是我爸死得早，这些年全靠老妈一个人带自己，老妈过得有多苦，只有我心中清楚。外孙，我给你妈送过很多次钱，可她脾气倔，就是不要，甚至不肯让我跟你相认。其实我早就想认你了，毕竟我就你这么一个亲外孙。妈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母亲点点头。他说的没错，我本来一辈子都不想让你跟他相认，但是我现在想通了，我们上一代的恩怨不能连累你，为了你过得更好，我觉得应该让你跟他相认。紧接着柳志忠拿出一张银行卡递给我，乖外孙，卡里有1个亿的零花钱，你先拿着用。我从没见过这么多钱，我的手一哆嗦，吓得差点没站稳。1个亿对你外公我来说就是小钱，明白吗？另外，我在你们青阳市的生意也全部交给你。我两手一摊，有点暗喜。可是我还在读大学，何况我也没做过生意啊。这没关系，青阳市的生意比较稳定，也有管理层在管理，你只需要做个甩手董事长就好。那好吧，我看起来很不情愿，其实心里早已乐开了花，因为刚刚跟自己分手的菲菲就在华鼎集团青阳分公司做前台，而那个吴少也是青阳分公司的人。接着柳志忠拍了拍我的肩膀，等你大学毕业，只要你愿意，你就是华鼎集团未来的继承人。向我嘱咐好事情后，柳志忠就带着秘书离开。刘了，您把青阳市分公司董事长职位给小少爷，小少爷又不会做生意，他要是任性乱来，可能很快就会把公司搞砸。听到这话，柳志忠眼神顿时变得犀利起来。这也算是考验吧，他要是很快就把公司搞砸，那就说明他是个纨绔子弟，不适合做华鼎集团的继承人。那假如小少爷能让分公司在青阳市更上一层楼呢？那当然更好，但这应该是不可能的。柳志忠无奈地叹了一口气，他显然不是很看好我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华鼎大厦门外站着100多号员工，其中就包括我的前女友菲菲。也不知道这位新董事长是什么人物，竟然被空降到我们这里做董事长。不一会我就出现在他们面前，而菲菲见到我后满脸疑惑。他怎么来了？站在前方的吴少也认出了我，并拦住了我的去路。你小子，给我站住！我微微一笑，他继续朝我斥道：小子，今天老子有重要的事情，没工夫跟你玩儿，赶紧给我滚蛋！我眯着眼睛冷笑道：吴少，我保证，你现在骂得越厉害，待会儿你就会越惨。
什么？我惨？小子你也太逗了吧！你也不瞧瞧自己混得有多惨，连自己女朋友都守不住的废物。就在这时，菲菲站了出来。马小六，你不就是想来求我别跟你分手吗？我明确告诉你，我是绝对不可能跟你这个废物复合的。我朝菲菲咧嘴一笑。菲菲，你可能想太多了，我可不是来找你复合的。相反，就算你现在求我跟你复合，我都不会和你在一起了。菲菲双手抱胸，不耐烦地看着我。什么？我求你这个穷小子复合？开什么玩笑！马小六，我这辈子都不可能求你，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是什么东西。接着人群中一个中年男人突然向吴少开口道：儿子，这是谁呀？怎么在这儿闹起来了？你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要是新来的董事长看到这里闹哄哄的，成何体统？很显然，这个中年男人就是这里的总经理吴大勇。爸，就一个跳梁小丑而已，我立即轰他走。随后吴少看着我，大声呵斥道：小子，识相的就自己马上滚，否则我就叫保安将你丢出去。而我像看傻子一样看着他。吴少，实话跟你说吧，我就是来上任的新董事长，你让我滚，抱歉，你还不够资格。在场的员工们也忍不住捂嘴发笑，他们看我穿着一身地摊货，哪里像董事长？马小六，你就别在这儿丢人了好吗？还冒充新董事长，作为你的前女友，我都感觉很没面子。我两手一摊，可我真是你们的新董事长呀！马小六，你竟然还嘴硬，你是什么家庭和身份？难道我不了解吗？保安，将这小子给我丢出去！一瞬间，10多名保安拿着扫把走过来，就在他们要动手将我丢出去之际，一辆劳斯莱斯缓缓驶来。来了，这肯定才是新董事长来了。还没等豪车的人下来，菲菲又一脸嫌弃地看着我。马小六，你不是冒充新董事长吗？现在真的来了，我看你还怎么装下去？好的，我不装了。随后，一个中年男子从车内走下来，他就是柳志忠的秘书，昨天在家里见过。吴大勇看到此人后，满脸殷勤地问道：张秘书，怎么就您一个人来了？新董事长呢？张秘书没有理会他，而是自顾自地在寻找着什么东西。随后，他看到在一群保安身后躲我，张秘书连忙带着笑容向我走来。小少爷，真是对不起，路上堵车，所以小的来晚了。我富3代的身份被曝光，曾经背刺我的女友求我复合，我直接就是一个大嘴巴。小少爷，真是对不起，路上堵车，所以来晚了。在场的人见到这一幕后，全都一脸懵逼。什么？堂堂3星首富的秘书，竟然给这个穷小子下跪！随后，张秘书一脸严肃地说道：吴总经理，这就是新董事长，你们还愣着干嘛？还不赶紧行！吴大勇的脸色瞬间变得铁青。什么？他就是新董事长？此时吴少更是瞪大双眼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而脸色最难看的就是前女友菲菲。不，这不可能，他就是一个穷小子，他家里什么情况我清楚得很，他绝对不可能是新董事长。一旁的吴大勇也在怀疑，是不是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。张秘书，您是不是搞错了？他这穿着看起来也不像董事长啊。随后，张秘书拿出一份任命书丢给吴大勇。吴总经理，这是手续，你自己看吧。吴大勇仔细一看，里面的身份信息，没想到还真是他们眼中穷小子的我。我实话跟你们说吧，小六少爷是柳志忠董事长的亲外孙。此话一出，吴少被吓得一下瘫软在地上，他简直不敢想象自己竟然抢了刘董亲外孙的女朋友。什么？6个刘董的亲外孙？紧接着，吴大勇来到我面前，像看皇帝老子一样看着我。马董，之前小的没认出你，还望马董万无怪罪。我并不想鸟吴大勇，而是走到吴少面前。只见吴少一阵经济冷汗直冒，他知道我来找他算账了。少爷，我错了，我不该抢你女朋友，我给你道歉，我把菲菲还给你，你饶了我吧。随后他立即下跪，一直在磕着响头，他以为这样就能打动我柔软的内心。把她还给我，抱歉，我不需要这种贱女人。另外，你觉得我会饶了你吗？我一脚踹开吴少，吴大勇见状上前为儿子求情。董事长，我儿子是小孩子不懂事，他要是有哪里得罪过你，您就大人不计小人过，饶了他吧。我冷眼看着吴大勇，你还有脸给他求饶？子不教父之过，你儿子这么嚣张跋扈，和你的纵容也有很大的关系。都说新官上任3把火，今天我就要烧在吴家父子身上。我以新董事长的身份宣布，你们父子2人从今天开始被华鼎集团开除，永不录用。什么开除？紧接着我小手一挥，保安将吴家父子给我丢出去。旁边的保安大哥面面相觑，有些犹豫。我眉头一皱，怎么，你们听不懂我的话吗？还是觉得我分量不够？够！随后保安大哥们直接用铁头将吴大勇和吴少架了起来。混蛋，给老子放手！老子可是吴少，你们这些臭保安也敢对老子动手，想使是吧？其中一名保安冷笑道：吴少，你和你爸都已经被开除了，还在这装，你现在算什么东西？就是你还以为你是吴少啊，还跟我们摆架子，你现在屁都不是了，再闹信不信我抽你！吴少被气得面红耳赤，但奇怪的是吴大勇却显得异常平静。吴家父子被抬走后，我走到前女友面前。马小六，你家里明明很穷的，你怎么会是刘董的亲外孙？对啊，我也没想到我会是柳志忠的亲外孙。上一秒还对我凶巴巴的菲菲，下一秒就突然变得温柔起来。
六哥哥，我就是被吴少的花言巧语给骗了，昨天才一时糊涂跟你分手。其实我是真的爱你的，求你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说完，菲菲就想上前摸我稚嫩的手，我一把甩开她。你走吧，从此我们互不相干。菲菲低着头，仿佛丢了几百万似的离开此地。接着我又来到这个西装男面前，我知道他一直在默默观察着一切。刘波被吓得脸色一变，连忙解释道：“小六少爷，我跟吴大勇可不是一伙的，请少爷明鉴。”我搀扶起刘波，刘总不必惊慌，我不是来找你麻烦的，相反，我要给你升职，从今天起，你就是公司的总经理。刘波又惊又喜，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据我可靠的信息调查，刘波不但人品不错，而且还是个商业能力极强的人。只可惜这几年被吴大勇打压着，一直没找到翻身往上爬的机会。谢谢董事长，董事长对我的提拔之恩，我刘波必当终生铭记。谢就不必了，以后好好干，把公司给我做得蒸蒸日上，就是对我最好的报答。我的身份你是知道的，只要你干得足够好，以后我还能把你往上提拔，绝对不只是区一个分公司的总经理，明白吗？明白，请马董事长放心，我一定会竭尽全力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我拍了拍刘波的肩膀，我看好你哦。紧接着我看向在场的100多号员工，各位员工，作为见面礼，我私人给你们每人发1万元，随下月工资一起发给你们。在场的员工惊愕之后，都激动地高呼起来。什么1万块的见面礼？林董万岁！林董万岁！新董事长真是太大方了，一见面就发这么多钱，比吴家父子强太多了。就是，跟着这么大方的新董事长，以后肯定有搞头。我发钱的这一小招，成功笼络到了人心。各位，这点钱并不算什么，只要你们好好干，我保证以后奖金多多，福利多多。刘波见状带头大喊道：“跟着马董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！跟着马董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！”而一直站在旁边观察的张秘书将这些全都尽收眼底。我今日的表现大大出乎了他的意料。没想到小少爷这么厉害，不但让新总经理对他死心塌地，还轻易笼络到公司员工的人心，倒是有些他外公的风范。不一会我就坐在董事长办公室内。对了，刘波，问你个事，少爷请讲。吴家父子是不是往公司塞了不少关系户？是的，少爷。这些关系户平时的工作表现怎么样？害群之马，只拿钱不做事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将吴家父子的关系户全都从公司清理掉。遵命，少爷。而另一边的吴家家宅内，吴少正满腔怒火无处发泄，只好在家中走来走去。该死！爸，难道我们就这么算了吗？此时的吴大勇开始咬牙切齿起来。当然不能，今天这个仇不报，我吴大勇誓不为人。可是他是刘董的外孙，就凭这一点，我们根本斗不过他啊！吴大勇脸色瞬间变得阴沉起来。明的我们斗不过，那我们就来阴的。公司蛀虫被我用强势手段开除，下一秒他们就开始谋划怎么报复我。只见吴家家宅内，吴大勇一脸坏笑。明的我们斗不过，那我们就来阴的。我们暗地里找几个打手，把马小六那小子给废了。吴少顿时眼前一亮。爸，妙计啊！只要我们死不承认，也没人知道是我们雇的人。至于那些打手，给他们一些钱，让他们到国外躲一阵就行了。没错，我认识几个很有职业道德的打手，我这就去办。说完，吴大勇便直接起身往外走。眼看大仇将报，吴少不忘叮嘱吴大勇：“爸，让打手们下手一定要狠一点，最好将他弄成植物人。”而此时的我还不知道危险将至，正独自一人在马路上悠闲地走着。只见一辆白色面包车突然停在我面前，接着一个彪悍的光头大汉从车上下来。小子，给老子进去！然后我就直接被送进车里。你是什么人？小子，你不需要知道我是什么人，你只需要知道我会将你拉到一个没人的地方，然后将你打成植物人。我闻言之后，顿时脸色一变。虽然我现在是顶级富3代，但是奈何我不会武功啊！我皱着眉头试探性问了一句：“你是吴家父子派来的吧？”光头瞪了我一眼：“你给老子闭嘴！再说话，老子把你嘴给打骨折！”我咬着牙继续说道：“无论是谁，他们给你多少钱，我给你双倍。”光头假装没听见我说的话，双眼死死地瞪着我。我让你闭嘴，你没听见吗？我们干的是瞎人的买卖，做这行也要讲职业道德，懂吗？而我则是伸出5根手指头，5倍，我给你们5倍的钱。听到5倍的价格后，光头顿时就有些心动起来。什么？你说5倍？我看他还在犹豫不决，我直接放出王炸。这样吧，我给你10倍，只需要告诉我指使你们的人是谁就行了。光头流着口水，忍不住地问道：“你真的能给10倍价格吗？金主给我的可是100万报酬，10倍可就是1000万。”我点点头，1000万吗？没问题。在大量金钱诱惑之下，所谓的职业道德完全不堪一击。光头男告诉我银行卡号后，我当即拿出手机先给他转过去500万。现在你们可以告诉我是谁指使你们的了吧？光头的手机叮咚一声，他收到500万后笑得合不拢嘴。就是那个吴大勇，他让我将你打成植物人。知道是吴大勇后，我双眼泛出一股寒意。随后我又将剩余的500万转给光头，他果然很有职业修养，很快便将我放下了车。好一个吴家父子，看来你们是真的招式。本来我开除了这对蛀虫父子后，就没打算再找他们麻烦，但是他们竟然敢雇人害我，这我绝对不能忍。接着我拿出电话给新总经理刘波打去。
刘波，我现在在田林路这边，你开车过来接我，我有事跟你商量。半小时后，一辆红色轿车停在我面前。刘波从车里下来后十分惊讶。董事长，你怎么会在这么荒凉的地方？上车再说吧。上车后，我将刚刚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刘波。刘波听完我说的话后，被气得咬牙切齿。这吴大勇真是胆大包天！放心吧，董事长，吴家父子在公司这些年贪污了不少，我已经在公司收集到了证据，只要告发，判他父子10年以上不是问题。只要我们再运作，判他们20年以上都行。我微微一笑，没想到刘波的能力这么强。是吗？那就让他们父子进去悔过吧。这件事全权交给你去办。董事长放心，我一定办妥。而远在中州的柳家庄园内，柳志忠正满脸担忧地打着电话。顾老，你确定我外孙已经安全了吗？只见电话里头传出十分沙哑的声音。老爷，我确定，我一直跟在小六少爷的车后，小少爷已经被刘波接走。很好，你可知道我外孙用了什么手段，才从匪徒手中逃脱的？老爷，这个我也不知道。对了，老爷，我要不要去替小少做掉吴家父子？不必，就让我外孙自己解决吧，这也是对他的一种锻炼。顾老，你继续暗中保护好他的安全就行。柳志忠挂了电话后，张秘书上前笑着说道：老爷，小少爷挺有本事吗？竟然靠自己的能力解决掉了这一大麻烦，我还以为孤狼非出手不可呢。刘老爷子洋洋得意。是啊，我都认为他无法解决，没想到他靠自己竟然化解掉了这场危机，这小子表现得不错。我真想知道小少爷用了什么超能力才化解掉这场危机的。哈哈，我也想知道，下次我一定要问问他。第二天上午，吴家别墅内，吴少还在洋洋得意，他自认为他跟他爸的计划天衣无缝，但吴大勇却显得有些焦急。怎么还没消息？光头的电话也打不通了。吴少一听电话打不通，他也有点担心起来。啊，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？应该不会，我们的计划绝对天衣无缝。或许是光头的手机没电了，我们再等等。就在这时，门外突然传来一阵脚步声，吴少顿时喜笑颜开。听着脚步声就知道，肯定是光头回来复命了。但下一秒却是刘波走了进来。见到刘波的身影，吴大勇和吴少满脸惊讶。刘波，怎么是你？二位，马董让我给你们带个话，他现在好得很，你们那点小伎俩想对付他，还差得太远。吴大勇和吴少震惊地瞪大双眼。你说什么？他没事？没错，他现在好得很，但是你们激怒了他，所以你们该完蛋了。紧接着7、8个叔叔冲了进来，吴大勇被吓得浑身一哆嗦。你们这是干嘛？对啊，你们要干嘛？吴大勇，这些年你们父子在公司贪了多少？难道心里没数吗？证据我早已经掌握，现在就是抓你们的时候。那么大的数额，够你们在里面蹲下半辈子了。吴大勇惊出一身冷汗。什么？本来马董事长只打算开除你们，并没有继续追究你们的意思，但是你们不知好歹，竟然还想害董事长，你们这叫自寻死路。此时的吴少惊恐地看着吴大勇。爸，怎么办啊？我不想进里面去，我不想。吴大勇一耳光狠狠地扇在吴少的脸上。你还好意思说？要不是你抢了马小六的女朋友，会闹成这样吗？接着领头的叔叔一挥手，把人全部给我带走。吴家父子被叔叔带走，公司蛀虫也彻底被清除。我穿着地摊货去买豪车，没想到却遇到势利眼的销售员。等一下，你是马小六吗？眼前这个男销售看着有点眼熟。你是哪位？我是崇刚，你小学同学，你不记得了？我听到此人的名字，才一下记起来。崇刚，你看混得不错呀。崇刚抬起头，洋洋得意。还不错。而崇刚看我穿着一身地摊货，他以为我现在混得很惨，所以时不时瞥来嫌弃的眼光。对了，小六，你来这里干嘛？不会是来应聘的吧？我们这儿可是卖豪车的，可能不会招品位太低的员工。我听出他言语中的嘲讽之意，但我只是轻描淡写的回了句：你恐怕搞错了，我是来这里买车的。你说什么？你是来买车的？我表明来意后，下一秒，崇刚和旁边的几名销售员都忍不住疯狂大笑起来。小六啊，我们这里是兰博基牛 4S 店，我们这里卖的可是豪车，不是卖自行车的地方。我眉头一皱，我当然知道这里是兰博基牛 4S 店，我确实是来这里买车的，怎么不欢迎我吗？我能够感受到崇刚很瞧不起我。我们当然欢迎，只是你确定你买得起这里的车吗？而周围的其他销售员也纷纷嘲讽道：小子，你知不知道我们这儿的车都是100万以上的？就是看你这样的穿着，会是买得起兰博基牛的人吗？开什么玩笑！我此生最讨厌的就是这种歧视穷人的人，一群狗眼看人低的东西。听到我骂他们是狗，几个销售员顿时恼羞成怒。臭小子，你说什么呢？你有种再说一遍试试！我不屑与这种鸟人说话，而崇刚则是一脸奸笑。哥几个，这是我小学老同学，让我来接待他，他八成是来应聘销售的，只是看到我这个老同学后，为了充面子，才假装说自己是来买车的。紧接着，崇刚假惺惺地看着我。小六，你说吧，你要看什么车？我不假思索地说道：兰博基牛大牛。什么大牛？
众人皆是一惊，然后再度捂嘴偷笑起来。大牛可是兰博基牛的旗舰级跑车，裸车都要700-800万，能买得起这车的人，在青阳市绝对都是顶级富二代。而崇刚笑了笑之后，又是一副假惺惺的模样。行，那我就带你去看车吧。紧接着，崇刚就带着我往展厅走去。在崇刚的带领下，我来到一辆红色的兰博基牛大牛面前。我看着这辆大牛，满意的点点头，还是这么棒。接着我看向崇刚，这车具体多少钱？裸车价755万。崇刚报完价格之后，就抱起膀子，准备看我的笑话。他以为我买不起。755万吗？还行，不贵。还行，不贵。旁边的销售员再次捂嘴偷笑起来。马小六，你究竟清不清楚755万是多么大的数字啊？我当然清楚，小钱而已。什么小钱？旁边看戏的销售员和崇刚顿时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。崇刚也终于忍不下去了。马小六，我说你也太能装了吧！你说755万是小钱对吧？行，有本事你就把钱拿出来。你要是能拿出这么多钱来，我崇刚就吃1吨米田共。就是你赶紧拿钱出来，有本事就让崇刚吃1吨米田共。我直接将兜里的银行卡摸出来。你们这可以刷卡吧？看到我的银行卡，其中一个销售员眼前一亮。这难道是商行钻石卡？什么？这可是最高等级贵宾卡，至少要往卡里存1000万以上才能拿到这张卡。对，我记得以前有贵客来买车时用的就是这种卡。而崇刚看到我的银行卡后，愣在原地半天没有缓过神来。我将卡递给崇刚，755万，刷卡吧，我就不砍价了，我也不缺那点儿。崇刚瞪大双眼，如同看怪物一般看着我。他做梦都没想到，我竟然能拿出钻石卡，简直恐怖如斯。你还愣着干嘛？接卡呀！是。崇刚伸出颤抖的双手，接过这张沉甸甸的钻石卡。紧接着，崇刚捧着卡，急匆匆地向经理室跑去。1分钟后，一个中年男子快步走了出来，然后满脸笑容地来到我面前。马先生你好，我是本店经理，热烈欢迎您光临本店。我一声冷笑，热烈欢迎，呵呵。到现在为止，没人请我坐，没人给我倒一杯水，反倒是从我进店开始，你们店的销售人员就一直对我冷嘲热讽。这他哥的叫热烈欢迎吗？经理闻言之后，脸色顿时阴沉下来，随后对着这几个销售厉声呵斥：“你们干什么吃的？竟然敢怠慢贵客，赶紧给贵客道歉！”销售员被吓得浑身一哆嗦。马先生，对不起。你们几个今年奖金全部扣除，还愣在这里干嘛？赶紧去给贵客倒咖啡。是。几个销售点头之后，就连忙转身跑开。不一会，崇刚捧着银行卡回到这里，只不过他脸色难看，惶恐不安。我风轻云淡地看着崇刚。崇刚，卡刷好了吗？崇刚低着头，将银行卡递还给我。刷好了，755万，刷卡成功。我接过卡后，狠狠地瞪着崇刚。老同学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你刚刚在这里说过一句话，我要是能拿出755万来买车，你就吃上1吨米田共，对吧？崇刚脸部肌肉猛然一抽搐，该不会真要让他兑现承诺吧？六哥，我那都是说着玩的。是吗？那你之前有意无意的嘲讽我，甚至想看我笑话，那又算什么呢？你不会告诉我，那也是闹着玩的吧？我可不是傻子。崇刚听到我说的话后，被吓得脸色大变，惊恐的连连求饶起来。六哥，我错了，我向你道歉。你看在我们同学一场的份上，你就饶了我吧。抱歉，我们同班的时候就跟你不熟，所以别跟我攀交情。紧接着，我又看向经理。经理，我不想看到这个人出现在我面前。经理陪笑着，1秒钟都没思考一下。没问题。随后，经理对着崇刚厉声呵斥道：“崇刚，我宣布你被开除了，立即给我滚出去！”当听到开除这2个字的时候，崇刚的心顿时坠入万丈深渊。什么？开除？此时的崇刚终于后悔起来，他在想，如果一开始他没有选择嘲讽我、消遣我，而是对我热情相待的话，何至于此？紧接着，经理小手一挥：“保安，将此人轰出去！”随后，崇刚就被保安大哥赶了出去。钱我已经交了，这车是可以开走了吧？马先生，车子还有些手续要办理，我们这边帮您办妥，等办妥之后就能开走，大约需要1天的时间。行，你们办妥之后直接给我送过来吧，我先走了。经理满脸笑容的跟在我的身边。好的，没问题，我送马先生。好兄弟介绍美女给我，没想到他们却一而再再而三的嘲笑我。搞了半天，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马小六这个土包子。你好，美女，我叫马小六。眼前的美女上下打量了我一眼，她看到我的穿着打扮后，撇了撇嘴，俏脸上闪过一抹失望。我叫郭小小。胖子，你说要给小小介绍男朋友，你给小小介绍一下马小六的家庭情况呗。这个周梅是胖子的女朋友，现在她主动拿着来说事，显然是想借此讽刺一下我这个穷小子，但怕他还不知道我已经是顶级富豪了吧？我就是穷人家的孩子，家里穷的叮当响，没什么好介绍的。胖子意识到了气氛的尴尬，于是连忙开口打起圆场。那个，我兄弟马小六虽然家境不怎么好，但是他学习一直都好，将来毕业肯定能找个好工作，前途肯定不会差的。郭小小冷笑一声，
呵呵，一个普通二本而已，能找什么好工作？就算奋斗一辈子，也比不上别人富二代一根手指头。我当然比不上那些富二代。算你还有点自知之明。你知道我们家小小什么家庭吗？不怕告诉你，他家里是开公司的。你马小六配得上吗？抱歉，是他配不上我才对。如今的我，身为西南首富的外孙，一个区家里开公司的小千金，我还真看不上眼。什么？你说我们小小配不上你个土包子？你竟然连这种话都说得出来，你还要脸吗？听到我说的话，郭小小俏脸上也露出愉悦之色。一个土包子都敢说他配不上，这让他心中十分不爽。随即他拿出一封请帖。小子，你知道这封请帖是什么吗？华鼎集团青阳分公司的酒会邀请函。像你这种土包子，恐怕一辈子都去不了这种高档酒会。呵呵，华鼎集团的酒会真羡慕啊！华鼎集团青阳分公司在青阳无论是名气还是地位都是非常高的，在郭小小和周梅的眼中更是需要仰望的存在。但我身为华鼎集团青阳分公司的董事长，没想到这郭小小竟然拿出邀请函来向自己炫耀。郭小小，你周六要去参加这场酒会对吧？到时候说不定我们会遇见。郭小小又是一声冷笑，跟你遇见？怎么可能？你有资格进去吗？也不一定，万一他到时候去酒店做清洁工，或许他就有资格进去了。旁边的胖子一脸尴尬，他本来想给我介绍女朋友，没想到好心办坏了事，竟然闹成了这样。六啊，真是不好意思，我也没想到竟然会这样。胖子，没事。我知道他的初衷是好的，他是想帮自己。就在此时，我的手机铃声响起。马先生，你的兰博基牛手续已经办好，你在哪里？我开过去转交给你。我现在就在赫普蒙酒吧，你在门口等我吧。半小时后，一辆崭新的红色兰博基牛停在酒吧门口，旁边的美女纷纷投来羡慕的眼光。哇，好拉风的兰博基牛啊，真是太漂亮了！这是哪位大少爷的兰博基牛啊？车停在酒吧门口，说明车主这会儿正在酒吧里头。谁要是运气好，说不定今晚能攀上这位大少爷呢。就在此时，我们几人从酒吧走出来。哇，兰博基牛！郭小小看到这辆车后，忍不住惊呼起来。我男朋友要是能有一辆这样的车，那该多好啊！开出去绝对面子十足。也不知道这车的车主是哪位大少，要是能认识一下就好嘞。这车是我的，兄弟你就别跟我开玩笑了。胖子以为我是在开玩笑，毕竟我以前的家庭情况，胖子是非常清楚的。哼，就你这模样，开得起兰博基牛，鬼信啊！你说你骑共享单车，我还能信。一个穿着地摊货的小子也敢吹牛说自己开兰博基牛，真够不要脸的。我跟你站在一起都嫌丢人。抱歉，我既没开玩笑，也没吹牛逼，这车就是我的。就在此时，一名中年男子从兰博基牛驾驶室走了出来，此人正是刚才给我打电话的兰博基牛 4S 店的经理。看，这才是车主。马小六，你不是吹牛逼吗？现在车主都现身了，你吹的牛逼不攻自破，你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不，他是兰博基牛 4S 店的周经理，我见过他一次。周梅一脸疑惑，这兰博基牛 4S 店的经理，那他来这里干嘛？还开着兰博基牛？啊，那个人好像朝我们这边来了。紧接着，在众人的目光注视之下，经理带着满脸笑容来到我们几人面前。马先生，我把您的车送来了，这是车钥匙。周梅和郭笑笑见到这一幕后，他们好似晴天霹雳，当头一击，被惊得愣在原地半天，没有缓过神来。他们做梦都没想到，经理竟然将钥匙交到我手上。周经理辛苦了。马先生您太客气了，只要您有需要，哪怕是半夜2点，我也随时待命。马先生，车已经送到，鄙人就先告辞了。如果在用车中有任何疑问，随时给我打电话。周经理离开后，我看向他们三人。现在你们相信这辆车是我的吗？听到我说的话，三人才从呆滞中回过神来。周梅和郭小小狠狠地咽了咽口水，他们不敢置信，我马小六竟然拥有如此昂贵的超级跑车。小六，我之前脑子抽筋，所以对你态度一直不怎么样，真是不好意思。要不这样吧，我们再回酒吧玩会儿，我一定好好赎罪。郭小小一边说，一边上前想要摸摸我的手，我一把推开郭小小。只要我愿意，大把质量比你高的美女等着跟我约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你也配？紧接着，我又将目光落向旁边的周梅身上，刚才在酒吧，她可没少挖苦我。小六，之前都是误会，是我看走了眼，我向你道歉。你看在我男朋友的份上，就别跟我计较了。我冷哼一声，看在胖子的份上，这一次我不跟你计较，记住，没有下一次。小六，你……胖子此时还在震惊中没回过神来。胖子，上车吧，我送你回学校。路上我跟你说。胖子，你知道柳志忠吗？柳志忠，咱们西南首富，贼有钱，谁不知道柳志忠这个名字啊？哈哈，我微微一笑，我是他亲外孙。
啥？你说你是柳志忠的外孙？你在跟我开玩笑吧？不怪胖子不相信，实在是这太过匪夷所思。就好比你身边的一个朋友突然告诉你说他是马云的儿子，你肯定不敢相信。我也是才知道没几天，我起初也不敢相信，可事实就是这样，不然你以为我能买得起兰博基牛啊？牛的格拉斯简直太牛了，哈哈。另一边，还在酒吧门口待着的周梅和郭小小似乎反应过来了什么东西。不对，不对，我觉得这小子不可能是有钱人。据我所知，他家里很穷的，暑假他还去打过暑假工。要是他家真有钱，他会跑去打暑假工？周梅越想越不对劲。是啊，一般的有钱人谁会像他那样穿一身廉价服饰，也没一点有钱人的模样。可是就凭他那辆兰博基牛，不得不信他是有钱人啊。说不定那辆兰博基牛是他租的，就是想跟我们装一下杯子而已。周梅一下恍然大悟，而郭小小一听到租车，她立马就能想通了。混蛋，竟敢骗我们玩！马小六，你这个臭小子，我一定要找你算账！哼，是被偷还是想吃霸王餐？我看你们两个臭小子是活腻了。什么？你说我们吃霸王餐？你知道我身边的人是谁吗？他可是首富柳志忠的外孙，他会吃霸王餐吗？你说他是柳志忠的外孙，那我还是柳志忠的爷爷呢。经理怎么可能相信眼前这个臭屌丝是西南首富的外孙？我钱包丢在你们餐厅，你们餐厅应该也有很大的责任吧？什么丢了钱包？我看你们就是想讹我们餐厅，以此为借口不给钱，哪里是什么钱包被偷了？很快，这边吵闹的动作一下就吸引了其他食客的注意。这年头还有吃霸王餐的，而且还跑到高端食府来吃霸王餐，这不是自找不痛快吗？就是没钱就别来这种地方消费呀。六啊，这可怎么办呀？马小六思考片刻后，然后看向在场的其他食客，有谁愿意借我4000块买单？我明天10倍奉还，我可以打借条按手印。什么10倍？那可是4万啊！看他这个穷屌丝呀，也不像是拿得出4万块的人。我看这就是个骗钱的骗子，大家可千万别上这小子的当。小子，别耍花招了，我看你就是想骗钱，没人会相信你的，我还是报警处理吧。饭店经理拿出手机，准备拨打叔叔电话。等一等。经理，我替他们付了。美女，你真要替他们付钱？他一看就是骗子，你不要被他们骗了。有没有被骗是我的事，你们饭店只管收钱就行了。经理点点头，接着拿出付款码，确认钱到账后，经理就走了。美女，谢谢你相信我们不是骗子，谢谢你愿意帮我们。不用谢，谁都有困难的时候。美女你好，我叫马小六，冒昧问一句，为什么别人都觉得我们是骗子，你却愿意相信我们呢？如果你们是骗子，那就当我倒霉；如果你们不是骗子，那我就能帮到一个需要帮助的人。我觉得值得。美女，我现在就给你打欠条，把你手机号留给我吧，明天我一定10倍还给你。女孩摇摇头，不用了，我帮你并不是为了钱，只是单纯的为了帮人而已。说完之后，女孩便直接朝外走去。六哥，胖子走。马小六连忙叫上胖子追了出去。走出餐厅后，便看到女孩走进一辆轿车走了。喂，爸爸。王姨，明天的酒会很重要，关乎着我们公司的生死存亡，你可一定不能迟到。我知道了，爸，放心吧，我肯定不会迟到的。爸，我们公司规模小，价格方面也没优势，跟那些竞争公司完全没得比，我真的很担心。而且这一次要是依旧谈不成的话，我们公司恐怕就难再做下去了。我们确实没任何优势，我们只能拿出1000%的诚意，让华鼎集团看到我们的真诚，但愿能有奇迹发生吧。第二天一大早，马小六来到青云酒店，今天华鼎集团在这里举办酒会。马董事长你好，我是青云酒店的董事长朱泽，特地来拜见马董。哦，你就是青云酒店的朱泽呀，我听过你的名字。对，鄙人正是朱泽。早听刘总说马董事长您是少年英豪，今日一见，果然气概不凡呐。朱董事长客气了。马董事长，这是我们酒店的钻石 VIP 卡，特赠与您，以后您来我们酒店消费，能够享受最顶尖的待遇。朱董的心意我领了。马小六毫不客气地接过会员卡，这说明马小六很赏对方的脸。马董，您先忙，在下就先退下了，您有任何需要，随时叫在下。贵宾休息室内，刘波正在向马小六汇报工作。马董，天成建材公司的老板想见你。他有什么事吗？应该是想跟我们谈合作，我们现在正好缺一个建材公司合作商，不过他们公司规模小，在价格方面并没有什么优势。既然如此，谈合作的事情你跟他说明就行了，我就不见了。是，马董。刘波刚出去没多久，胖子火急燎燎地走了进来。六啊，你猜我在酒会大厅看到谁了？瞧你激动的，见到谁了呀？还记得昨天在饭店帮我们付款的那个女孩吗？
什么？难道你在酒会里见到她了？没错，那女孩就在酒会的大厅里，我亲眼看见的，绝对假不了。看来我们跟她还挺有缘的。走，我们去见见她。爸，怎么样了？见到华鼎的新董事长了吗？他愿意跟咱们合作吗？没见到，是刘波总经理跟我谈的。虽然我拿出了全部的努力，但刘总还是谢绝了。爸，别难过，商界就是这样。华鼎集团做生意也是为了赚钱，他们自然要挑选更好的材料供应商，只怪我们太弱小，没有竞争力。我明白。女孩嘴上虽然没说什么，但是她心中暗暗打定主意，待会酒会结束后，她要去拦截华鼎的新董事长。因为要是拿不下华鼎集团这个大客户，他们公司撑不了多久就要倒闭了。你好，咱们又见面了。是你们？没想到真的是你，没想到我们还能见到，看来老天注定要让我把钱还给你啊！我也没想到还能碰到你们。可以告诉我你的名字吗？我叫黄梦怡。黄梦怡，好名字。对了，梦怡，把你卡号给我吧，我身上没带太多现金，我给你转账过去。我昨天真的是钱包被偷了。真的不用，我相信你不是骗子，那顿饭就当我请你的好了。梦怡，他是谁呀？爸，他是昨天在饭店的一个人，他在饭店遇到点麻烦，所以帮了他一下。梦怡啊，你还是那么喜欢多管闲事，你一个女孩子，要是管出什么事怎么办？伯父你好，我叫马小六，很高兴认识您跟您女儿。您好啊，年轻人。对了，梦怡，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当然是来参加酒会的呀。哦，如此说来，你们家跟华鼎集团也有合作吗？不知道方不方便透露一下，是哪方面的合作？我们倒是想跟华鼎集团合作，不过我们公司太小，入不了华鼎集团的法眼。梦怡，方不方便告诉我，你们家的公司叫什么呀？天成建材有限公司。天成建材有限公司，这不是刚才刘波说想见我的那家公司吗？对了，你们呢？你们怎么会在这里啊？你家里跟华鼎集团是合作商吗？我会出现在这里，是因为老天知道你在这里，所以让我来这里给你还钱的。这位小兄弟，你这当着我的面撩我女儿，你觉得这样好吗？啊，爸，胡说什么呢？只是交谈几句而已。黄伯父，我真不是带着不良目的来找你女儿的，仅仅是因为她昨天帮过我，所以我想将钱还给她而已。但是我女儿刚刚已经说了，钱不必还，所以你请便吧。黄父以为马小六想泡他女儿，他作为父亲，自然要替女儿阻拦一把。我抄，一个穷屌丝也敢来泡梦怡妹妹。威少，我抄，一个穿着这么寒酸的穷小子也敢来泡我的宝贝梦怡妹妹。威少，哪里冒出来的臭小子，给我滚远点！梦怡妹妹，岂是你这种垃圾能够配得上呢？梦怡妹妹，听说你们今天来找华鼎谈合作，不知道有没有谈成呢？威少，这好像并不关你的事吧？威少色迷迷地看着黄梦怡，怎么不关我的事？你可是我未来的老婆啊！威少，请注意你的言辞。黄叔叔这么凶干嘛？我可是来帮你们家的。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，华鼎集团肯定不会跟你们公司合作的。这样的结果就是你们公司将面临倒闭。但我可以帮你们啊！只要梦怡答应做我女朋友，我就让我爸帮你们。你爸，这位少爷好大的口气啊！你这么狂，你爸妈知道吗？哼，你是哪里蹦出来的玩意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小六，你惹不起他的。惹不起？嘿嘿，在青阳市还没有我惹不起的人。小伙子，他爸是华鼎集团青阳分公司的一个股东，不是我们能得罪得起的。马小六没想到，这个人竟然是自家公司股东的儿子。呵呵，区一个股东的儿子，竟敢如此嚣张，是谁给你的这个胆量？小子，你敢这样跟我说话，老子看你是活腻了，找打是吧？威少挥起拳头，做出一副要打马小六的架势。黄梦怡的父亲见状，瞬间一个闪身挡在威少面前。威少，今天是华鼎新董事长举行的酒会，你要是在这里动手打人，就是不给华鼎新董事长面子。如果真闹大，你爸可没法给新董事长交代。威少思索片刻后，放下千斤重的铁拳。小子，算你走运，我现在先不收拾你，等酒会完毕，我会让你知道招惹我的下场。放完狠话，威少便扬长而去。我也会让你明白招惹我的下场。小六，你太冲动了，他老爸可是华鼎集团青阳分公司的股东之一，不是我们这种人能够惹得起的。没错，这个威少睚眦必报。小伙子，酒会完毕之后，他肯定会来找你麻烦的。听我一句劝，趁现在赶紧离开。是啊，你赶紧离开吧。放心吧，区威少，我还不放在眼里。你说你连威少都不放在眼里，小伙子，你太自大了。对了，你们刚刚说想和华鼎集团合作的事情，或许我可以帮你们。黄父摇摇头。小伙子，你就别拿我开涮了，这件事你帮不了的。黄伯父，这可不一定，我帮不帮得了，待会儿你就知道了。紧接着，华鼎集团青阳分公司的总经理刘波走上礼台发表致辞。各位老板，想必你们都十分期待见到我们华鼎的新董事长了吧？礼台下的人满脸期待。
华鼎的新董事长终于要登台了。小维，待会儿新董事长来了之后，你给我将态度给我放到最好，千万不能冲撞到新董事长，明白吗？爸，你放心吧，就是借我100个胆，我也不敢冲撞新董事长啊！现在就请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新董事长登台。在万众瞩目与热烈的掌声欢迎之下，马小六缓缓走上礼台。威少看到登台的马小六后，他的脸色一刹间变成了灰色。怎么回事？绝对不可能是他，肯定是这小子瞎闯上了舞台。而黄梦怡则是惊得瞪大双眼。怎么是他？黄父也是满脸诧异。难道说他就是华鼎集团的新董事长？这不可能吧？礼台上站着马小六和刘波两人。我向各位隆重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我们华鼎青阳分公司的新董事长马小六先生。此话一出，威少瑟瑟发抖。他竟然真的是华鼎集团的董事长！完了！很快，马小六做了简短的致辞后，就来到威少所在的席桌。马董，这位是威明，是咱们公司的一个股东，他旁边的是他儿子威小亮。马董你好，我是威明，以后还请马董多多关照。马小六冷冷一笑：威明，你的面子太大，我可关照不起。董事长，您这是何出此言呐？马小六没有回答他，而是直接看向威少。威少，来，我敬你一杯。威少被吓得浑身一颤，连说话都变得结结巴巴。马董事长，我怎么？我敬你酒，你不接受吗？不敢。威少，你刚才不是扬言要让我完蛋吗？现在我就在你面前，你说说看，你要怎么让我完蛋？马董，我当时不知道您是新董事长，所以你觉得我地位不如你，是个好欺负的人，就可以随便欺辱我，对吗？威少被吓得僵硬的点了点头。地位低的人就活该被欺负吗？你知不知道，老子最讨厌的就是你这种恃强凌弱、仗势欺人的狗东西。马小六不多废话，直接将杯子里的酒泼在威少脸上，威少扑通一下跪倒在地。马董饶命啊！威少的父亲见状也连忙求情。马董，小儿不懂事，他有什么冲撞了您的地方，我给您赔不是。从今往后，我一定严加管教。以后再让我听到他恃强凌弱、仗势欺人，我连你一起收拾，懂吗？懂。威少，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去骚扰黄梦怡，否则我要你好看。威少如同小鸡啄米般连连点头。是，我以后再也不去骚扰黄梦怡了。马小六说完之后便转身离开。威明走到威少旁边，恶狠狠地盯着自家儿子。你个孽畜，连马董都敢得罪！威明一耳光重重地打在威少的脸上。你给我听好了，我罚你在家扫1年的厕所，1年不许出门，好好在家里面厕思过。威少心中苦不堪言，只能独自哇哇大哭。而这边发生的这一切，全都被旁边的黄梦怡和他父亲看在眼里。很快，马小六就来到黄梦怡和黄父的面前。马董事长，酒会开始之前，我多有冒犯，还望董事长恕罪。马小六扶起黄父。黄伯父多虑了，我可没生你的气，你让我离梦怡远点，是在保护梦怡，这是一个合格的父亲应该做的。至于你让我赶紧离开酒会，也确实是为我好。马董事长，我可当不起伯父这个称呼，您叫我小黄便可。黄伯父，梦怡昨天帮过我的忙，我把她当朋友，朋友的父亲就是长辈，所以你当得起这个称呼。梦怡，你说是吧？马董，我真的没想到你竟然会是华鼎集团的新董事长。你还是叫我小六吧，叫我马董太见外了。小六，谢谢你让威少别再来骚扰我。你这样的好女孩，本就不应该受到那种垃圾的骚扰。你放心，以后要是还有其他人敢骚扰你，你告诉我便是，我帮你解决。对了，我听说你和你爸很想跟我谈关于合作的事情，对吧？黄梦怡点点头。关于合作，我之前说过，我可以帮你们。现在你们觉得我有这个能力吗？当然，您可是华鼎集团的董事长。好，等到酒会结束后，你们到贵宾休息室来，我安排人跟你们详谈合作的事情。好，谢谢马董。酒会刚落幕，马小六的手机就响了起来。喂，外公。六啊，我现在就在你家里，你赶紧回来一趟，咱们爷俩见一见，有些重要的事情要当面跟你聊。好，我这就回来。